美国媒体最近爆料说，美国曾经成功的阻止乌克兰把图160战略轰炸机出售给中国。那么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就来解读这条消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近日呢，美国军事防务杂志呢刊文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呢，乌克兰在苏联解体的时候，曾经获得了一大批的图160战略轰炸机。那么这些战略轰炸机是苏联时期的遗产，而且呢，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远超中国装备的轰6。因此，中国希望能够从乌克兰购进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美国方面为了防止这批装备出售给中国，向乌克兰施压，最终呢，使得乌克兰被迫把这些轰炸机呢拆解或者送给了俄罗斯，从而导致中国无法获得先进的战略轰炸机。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恐怕美国的媒体是在造谣，或者是歪曲了当时的事实。图160是苏联时期由图波列夫设计局开发的一款远程重型战略轰炸机。这款战略轰炸机采用了变后掠翼技术，它的总体技术水平和功能对标美国的 B-1B 变后掠翼远程战略轰炸机，只不过图160搞得个头更大，起飞重量和最大平飞速度都远超美国的 B-1B， 从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作战飞机。那么当时一共有多少架呢？也不过就是列装了20多架，其中大部分都分给了乌克兰。俄罗斯呢只有几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用区几架图160是很难维持俄罗斯军事大国的地位的，因此他急需从乌克兰手里呢买到图160。从这个情况看，就可以看出来，不是中国需要从乌克兰引进图160，而在当时的混乱局面情况下，真正急需购买图160的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尽管苏联解体了，但是俄罗斯的块头还很大，而且呢，战略武器，特别是远程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核弹头，全部都转移或者交给了俄罗斯。而前苏联国家中第二个拥有远程战略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和核弹头的就是乌克兰。而且从当时的分配情况看，乌克兰甚至由此而一跃成为世界第3核大国。但是为了向西方世界表忠心，乌克兰宣布呢，他要销毁全部的核武器，战略轰炸机呢，他也不要，因为他也用不起，玩不起。因为图160这款远程战略轰炸机，只要一飞上天那就是天价的钞票被烧掉。对乌克兰来讲，图160并不是他所必须的，就像那些远程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核弹头一样，他们都属于被销毁的行列。那么是谁最积极的支持乌克兰销毁图160呢？当然是美国美国当时承诺是吧？你只要销毁图160的战略轰炸机，我就给你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俄罗斯急了，是吧？通过换能源这种方式和乌克兰谈判，最终呢，把它剩下的一部分图160呢，全部转移到了俄罗斯，从而保证了这些早期生产型的图160还能够使用。那么剩下的图160可以说在美国的暗中操作下，已经毫不犹豫地被销毁了。中国即使是对图160感兴趣，恐怕也没有任何的机会。何况我们并没有提出要购进图160，因为按照我们当时的经济实力已经使用情况下，你引进几架图160是很难长时间的维持它的正常运转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考量并没有向乌克兰提出购进图160，只有俄罗斯是第一需求方，而美国鼓动乌克兰销毁图160，它的目的不是对中国，而是对俄罗斯的，因为只有俄罗斯当时有这样的需求要求。尽管
啊，这个苏联解体了，但是俄罗斯还要维持大国的地位，而大国地位的标志啊有这么几个：一个航空母舰，第二个远程洲际弹道核导弹，第三个核潜艇，第四个就是远程的战略轰炸机啊。正是因为在紧急状态下，俄罗斯是吧，从乌克兰搞到了10来架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从而呢使俄罗斯呢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了比较先进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否则，它仅仅靠那些上个世纪50年代研发的、现在还在使用的图95战略轰炸机呢，可以说根本就不可能维持它现在的这个地位。正是因为有了后来从乌克兰购进的图160，俄罗斯现在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对它进行改进改型，或者呢用过去的大部件组装新的图160。美国媒体的这个消息之所以说的不切实际，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是非常担心中国拥有远程战略轰炸机的。但是这种阻挠破坏可以说并不能阻止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远程战略轰炸机中国需要不需要？需要。靠谁呢？不是靠引进，而是靠我们自力更生，自己开发。我想中国拥有自己的国产的远程战略轰炸机的那一天离我们已经不远了。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